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不是常规的相亲故事，而是一个让我听了之后潸然泪下的真实经历。这是发生在一位陆佩女士身上的故事，一个关于亲情、医疗差异和生命奇迹的故事。李梅是我多年的朋友，10年前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台湾的林先生，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后便步入婚姻殿堂。李梅原本在大陆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婚后便随丈夫定居台湾，适应新生活。去年冬天，李梅突然接到大陆老家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她65岁的父亲，声音异常虚弱。女儿啊，爸爸最近总是咳嗽，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李梅当即心头一紧，爸，到底怎么了？医生说可能是肺癌，已经到晚期了，扩散的比较厉害。医生估计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父亲的声音哽咽了，但又强作镇定，爸爸不想你担心，只是想告诉你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这晴天霹雳的消息让李梅瞬间崩溃。他父亲平时一向身体硬朗，怎么会突然被诊断为晚期肺癌？他立刻询问了详细情况。原来父亲近半年来一直有咳嗽症状，开始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吃了些药也不见好转。直到2个月前，父亲开始咳血，这才去了县医院做检查。县医院的设备有限，初步检查后建议转去省城的大医院。在省级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父亲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当地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考虑到父亲的年龄和癌症晚期的状态，不建议进行手术，只能通过化疗和放疗来减缓症状，延长生命。爸，你别急，我马上回去看你。李梅当即决定回大陆。当晚，李梅把情况告诉了丈夫林先生。林先生是台湾一家医院的行政人员，对医疗系统比较了解。听完妻子的描述，他皱起了眉头。你说你父亲是突然被确诊晚期肺癌的，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吗？李梅回忆道，其实爸爸去年体检时，胸片上就有一点小阴影，但当地医生说可能是肺部感染，开了些消炎药就完事了，没有建议做进一步检查。这不对劲，林先生说，按理说发现胸片异常，应该马上做 CT 或者 PET-CT 扫描才对。你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像是错过了早期治疗的黄金时间。林先生沉思片刻后，突然说，要不这样，与其你单独回去，不如我们把伯父接来台湾看看。台湾的医疗技术在某些方面比较先进，尤其是癌症治疗，说不定能有其他选择。真的可以吗？李梅眼中闪过一丝希望。当然可以，你父亲可以申请探亲签证来台湾，我们医院也有很多处理肺癌的专家，至少可以再评估一下病情，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治疗方案。就这样，李梅和丈夫立即着手准备接父亲来台湾的事宜。由于父亲病情紧急，他们加急办理了相关手续。半个月后，李梅的父亲在弟弟的陪同下，终于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当李梅在机场见到父亲时，心如刀绞。曾经高大魁梧的父亲，如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面色蜡黄，走路都需要人扶着。父亲勉强笑笑，梅儿，爸爸给你添麻烦了。爸，你别这么说。李梅忍住泪水，来了台湾，我们就有希望了。第二天一早，林先生就安排父亲到他工作的医院就诊。这是台北一家规模较大的综合医院，癌症治疗中心在台湾颇有名气。接诊的是肿瘤科的张医生，他认真查看了从大陆带来的检查资料，又详细询问了症状和病史。然后他建议进行全面的重新检查，包括高清 CT、PET-CT、肺部穿刺活检等。李先生，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您的病情。大陆的诊断报告显示是晚期肺癌，但具体类型、基因突变情况等关键信息并不完整。现在的肺癌治疗已经进入精准医疗时代，不同类型和基因突变的肺癌治疗方案完全不同。张医生耐心解释道。接下来的3天，李父接受了一系列详细检查。期间，李梅和丈夫轮流陪伴，心情忐忑地等待结果。终于，在第4天，张医生召见了他们一家人。当张医生拿出检查报告时，李梅紧张的手心冒汗。我需要告诉你们一个情况。张医生开口道，李先生确实患有肺部肿瘤。
但根据我们的活检和基因检测结果，这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晚期肺癌。什么意思？李梅和父亲同时问道。李先生患的是一种叫做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的罕见肿瘤。虽然在影像学上和晚期肺癌非常相似，但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张医生解释道，这种肿瘤虽然也可能危及生命，但治疗方法和预后与肺癌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李先生的肿瘤有 OK 基因融合，这意味着可以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张医生的话宛如一道曙光照进了黑暗中。根据我们医院的经验，这类肿瘤经过靶向治疗，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70% 以上。也就是说，李先生的情况并没有之前诊断的那么糟糕，只要接受适当治疗，完全有可能长期存活，甚至痊愈。这一刻，诊室内鸦雀无声。李梅和父亲震惊地说不出话来，眼泪不自觉地流下。你的意思是，我爸不是只剩3个月了？李梅颤抖着问道。当然不是，张医生肯定地说，如果治疗顺利，李先生可能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就在这时，李父突然从椅子上滑下，跪在了地上。李梅吓了一跳，连忙去扶，却发现父亲是在向医生跪拜。谢谢医生，谢谢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李父老泪纵横。李梅和弟弟也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起死回生的奇迹。张医生连忙上前扶起他们，不必这样，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台湾完善的医疗体系和先进的诊断技术。事后，张医生私下跟林先生解释了更多细节。原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疾病，在普通医院很容易被误诊为肺癌，而 OK 基因融合的检测在许多地区医院并不普及，尤其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台湾由于全民健保的支持和医疗技术的先进，这类精准诊断已经成为常规。李梅听到丈夫转述张医生的话，这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大陆的县医院和省医院虽然给父亲做了检查，但由于设备和技术的限制，无法进行更为精准的分子病理诊断。真是天壤之别啊！李梅感叹道，如果不是来台湾，爸爸可能真的会被判了死刑。接下来，张医生为李父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首先是口服靶向药物克唑替尼，这是一种特异性针对 OK 基因融合的药物，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同时配合免疫治疗，增强机体对抗肿瘤的能力。这种治疗方案在大陆也有吗？李父好奇地问。有的，但可能没有这么普及，而且费用相当高昂。张医生回答，在台湾，这类靶向药物已经纳入健保给付范围，患者自付部分并不多。李梅这才了解到台湾健保的强大之处。在大陆，虽然近年来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很多新型药物和先进治疗方法仍未纳入医保，患者需要自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负担。而在台湾全民健保制度下，即使是最先进的治疗，患者负担也在可承受范围内。丽姐，你是不知道，李梅后来告诉我，当时听完张医生的解释，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很多台湾人那么珍视他们的健保制度。那不仅仅是一张保险卡，而是关乎生死的保障啊！李父的治疗很快开始了。与传统化疗的痛苦不同，靶向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小。李父只是偶尔会感到轻微恶心和食欲不振，但整体状况在不断改善。2周后的复查显示，肿瘤已经明显缩小。1个月后，李父能够自己散步了。2个月后，他的气色恢复到了患病前的状态，简直不可思议。李父激动地说，我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有如此好转的一天。在大陆，医生们已经让我准备后事了。治疗期间，李梅和林先生轮流照顾李父。林先生甚至利用自己在医院的关系，帮李父申请到了医院附近的康复公寓，减少了往返医院的奔波。在台湾，患者的整体照护非常完善。林先生跟我解释，不仅有专业的医疗团队，还有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康复治疗师等全方位介入，让患者得到身心全面的治疗和康复。李梅补充道，而且医患关系非常和谐。每次看诊，医生都会花很长时间耐心解释病情和治疗计划，护士们也总是笑脸相迎。整个治疗过程感觉不那么可怕了。
这与他们在大陆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陆，由于医疗资源紧张，医生往往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根本没有足够时间与每位患者深入交流。加上医院人满为患，排队等候时间长，整个就医过程充满了焦虑和不确定性。3个月后，张医生为李父做了全面评估，结果令人振奋，肿瘤已经缩小了80%以上，大部分症状消失，肺功能明显改善。李先生，您的恢复情况超出我们的预期，张医生欣慰地说。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治疗效果，完全可以考虑手术切除剩余肿瘤组织，争取彻底治愈。这个好消息让全家人激动不已。原本被宣判只剩3个月的李父，现在不仅活过了这3个月，而且看到了彻底康复的希望。然而现实很快给他们泼了冷水。由于李父只是以探亲签证来台，签证即将到期，要继续在台湾接受治疗，需要办理延期或者特殊医疗签证。这可怎么办？李梅急得团团转。爸爸的治疗才刚有起色，如果回大陆，恐怕找不到同样水平的医疗团队和药物啊。林先生安慰他，别担心，我们可以申请医疗签证延期。考虑到你父亲的特殊情况，应该有机会获批。在林先生和医院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准备申请材料。张医生专门写了一份详细的医疗评估报告，强调了李父继续在台接受治疗的必要性。同时，李梅和林先生也联系了相关部门，说明情况。就在他们焦急等待审批结果的时候，意外的好消息传来。台湾移民署考虑到李父的特殊医疗需求，批准了延期6个月的医疗签证。这意味着李父可以继续在台湾接受治疗，直到病情稳定。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得知消息后，李父老泪纵横。台湾的医疗和行政效率，真是让我这个老头子大开眼界啊！有了签证保障，李父的治疗得以继续。随着病情的好转，张医生建议进行微创手术，切除剩余的肿瘤组织。现在的肿瘤已经明显缩小并且局限化，手术风险大大降低。张医生解释道，如果手术成功，配合后续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李先生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李父同意接受手术，手术日期定在了治疗开始后的第4个月。手术非常成功，医生成功切除了所有可见的肿瘤组织。术后病理显示切缘干净，没有发现活跃的肿瘤细胞。这意味着靶向治疗已经有效杀死了大部分肿瘤细胞，简直是医学奇迹。张医生也不禁感叹，从最初的诊断到现在，李先生的病情好转速度远超我们预期。这再次证明了精准医疗的重要性，以及早期正确诊断对治疗效果的关键影响。术后1周，李父就能下床活动了。2周后，他已经能自己在医院花园散步。我活过来了，真的活过来了。李父拉着李梅的手，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带我来台湾，我现在可能已经……他没有说完，但泪水已经说明了一切。李梅也泣不成声，爸，这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啊！如果我没有嫁到台湾，如果林先生不是在医院工作，如果张医生不是那么专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结果可能都完全不同。林先生在旁边点头附和，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幸运能够及时把伯父接来台湾，这也让我更加珍视台湾的医疗系统和全民健保制度。术后1个月，李父的各项指标趋于正常，张医生建议他可以出院，但需要继续口服靶向药物巩固治疗。李先生，您的康复情况令人振奋，张医生在出院前的会诊中说，但癌症治疗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我建议您继续服用靶向药物至少2年，并定期回来复查。那我必须留在台湾吗？李父有些担忧地问道。毕竟长期在台湾生活，对他这个年纪的大陆人来说并不容易。他还牵挂着老家的房子和熟悉的环境。张医生思考了一下，回答道，理想情况下最好能在这里继续治疗和随访，但考虑到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远程医疗计划。您回大陆后，可以在当地定期检查，将结果发给我们评估。关键的靶向药物我们可以开足够量，您带回去使用。每半年您再来台湾做一次全面检查。这个折中方案让李父松了一口气，
谢谢张医生，谢谢你们的体谅。在出院前，张医生还特别安排李父参加了医院的癌症康复互助小组，让他认识了其他康复中的患者，分享经验和心得。你们知道吗？李父在小组分享时感慨道，在大陆，医生告诉我只剩3个月生命时，我整夜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现在我仿佛获得了重生，每一天都变得无比珍贵。小组中其他患者也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和感悟。通过交流，李父不仅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康复技巧和生活调整方法。在大陆，我们更注重治疗本身，而忽略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李父后来告诉女儿，而在台湾，医疗团队不仅关心你的病情，还关心你的心情、饮食、睡眠，甚至家庭关系。这种全人照护的理念真的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心。临出院那天，整个医疗团队特意为李父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护士们准备了一个写着重获新生的蛋糕，医生们送上了祝福卡片，甚至连清洁阿姨都来道别，说很高兴看到李父从当初虚弱的样子恢复到现在能自己健步如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这段经历，李父激动地说，你们不仅救了我的命，还让我看到了不同的医疗理念和社会关怀。李梅在一旁听着，眼泪不住地流下。她想起半年前接到父亲那个只剩3个月的电话时的绝望，再看看如今精神焕发的父亲，恍如隔世。回到家后，李梅和林先生决定把李父的卧室重新布置一下，让他在剩下的台湾时间里住得更舒适。林先生还特意去买了一台血压计和血氧仪，方便李父在家自我监测。爸，您看，我们把您的房间墙壁漆成了您喜欢的淡蓝色，还挂了几幅山水画，是不是感觉更像家了？李梅带着父亲参观新布置的房间。好，太好了！李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这辈子何德何能，有这么好的女儿和女婿，生活渐渐回归平静。李父每天在小区里散步，偶尔和邻居们聊聊天，学习简单的台语。林先生下班后会陪他下下棋，讲讲台湾的风土人情。李梅则负责做父亲爱吃的家乡菜，让他不至于太想家。几个月后，李父的签证即将到期，按照计划，他需要回大陆一段时间，处理一些个人事务，然后再择期来台复查。临行前几天，李父突然对李梅说，女儿，爸爸有个想法，不知道你会不会支持？爸，您说。我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在台湾买套小公寓。李父认真地说，这样我就可以经常来台湾，既方便治疗，也能多陪陪你们。李梅惊讶地看着父亲，爸，您考虑清楚了吗？那可是您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啊。考虑清楚了，李父坚定地点点头。这次生病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房子只是房子，家人才是家。再说了，如果不是台湾的医疗救了我一命，我现在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在有生之年多享受这里的医疗保障和天伦之乐。李梅和林先生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感动。好，爸，如果这是您的心愿，我们一定全力支持。李梅握住父亲的手。李父回大陆后，很快就办理了房屋出售手续，同时他还去当地最好的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没有复发迹象。他将检查结果发给了张医生，得到了肯定的回复。3个月后，李父再次来到台湾，这次是以长期探亲的身份。在李梅和林先生的帮助下，他用卖房所得在台北近郊买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新的生活。半年后的复查中，张医生确认李父已经达到了临床痊愈的标准，虽然仍需继续服药和定期检查，但生存期可以按正常人来计算了。太不可思议了，张医生感叹道。从最初被诊断只剩3个月，到现在临床痊愈，李先生的案例堪称医学奇迹。这也再次证明了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李父激动地握着张医生的手，张医生，这辈子我欠您一条命。如果不是您当初的那句话，我可能真的……李先生，您太客气了。张医生微笑着回应，这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而且您的康复更多要归功于台湾完善的医疗体系和您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从那以后，李父每年都会在自己的重生日，也就是他第一次来台湾看病的日子，买一大束鲜花，亲自送到张医生和医疗团队手中，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还经常在社区活动中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其他病友保持积极心态，配合治疗。命运给了我第二次机会，他常说我要好好珍惜每一天，也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其他人带来希望。李梅后来告诉我，父亲的这场大病不仅让他们一家人更加珍视亲情和生命，也让他们对台湾的医疗系统和社会关怀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激。丽姐，你知道吗？李梅感慨道，在台湾，健保制度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抱怨，说保费太高或者等待时间长，但大多数人都深知其珍贵。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它能给普通人带来救命的机会，而不必担心倾家荡产。确实如此，我点点头。医疗系统的差异，有时候真的就是生与死的差距啊。李梅继续说，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医生不会因为担心医闹而过度保守，患者也不会因为不信任而到处求医，整个治疗过程更加顺畅和有效。此外，李梅也深刻体会到了两岸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差异。在大陆，优质医疗资源往往集中在大城市的3甲医院，普通民众就医难、挂号难、看专家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在台湾，由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完善和全民健保的支撑，即使是在小诊所，也能获得相对全面的初步诊断，必要时再转诊到大医院。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的问题，更是医疗理念和制度设计的不同。李梅总结道，我爸能获得重生，既是个人的幸运，也是制度红利的体现。如今，李父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跟当地老人聊天，白天照顾小区的公共花园，晚上和女儿女婿一起吃饭，看台湾的综艺节目。日子平淡而充实，但对于曾经被宣判只剩3个月的他来说，每一天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医疗水平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更多的人能够获得精准、高效、人性化的医疗服务。但在那之前，我们更要珍视生命，关爱家人，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希望。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